乖，躺下睡觉。我知道，你们剑修的道是宁折不弯的直，一往无前的勇。你生来不凡，想是从未受过这般折辱。若委屈顺从，恐道心不稳；若抵死相拼，又恐清白不保。末了还要落得我一句欲擒故纵，更觉羞辱，对吧？你放心，我绝不上手碰你。如果我是你，就不会选择现在回永雪城啊。能知道你入阵部署的，必然是仙盟中地位颇高之人。如今你法力尽失，回去若遇上那人，恐怕是了无胜算，对方也一定会将你置于死地的。谢雪晨，谢雪晨，你到底有什么打算？我有何打算？有必要向你交代吗？倒是你，无论你有何企图，我劝你别再跟着我。我知道你没想与我一道，但你能阻止我与你一道吗？我说过，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我从未答应过。谢少宗主怕是忘了，我是暗域圣女，大坏人呐！我可不需要你答应。我知道你虽不惧死，但你心怀天下，要护人族。只要我愿意，全天下都是我的人质。当时在暗域，我就该杀了你。但你错过机会啦，你现在只能在我手里。穆姑娘，侯大哥，穆姑娘，侯兄，此番多谢相救，此恩在下来日必报。嗨，不必客气。穆姑娘，咱们这地儿多产的是矮脚小马，只有一匹骏马可以日行100里。我给你买回来了，不过我跟那商人说了，要是还有好马，便来通知我。你们要是不急，便等等，多待几日等等。相公，你说呢？即使私奔，恐来人追杀，只怕会连累侯兄和大娘。此事久留不得。虽然只有1匹马，但是也够用了。此事，侯兄费心了。啊，客气了，就是举手之劳。不过今日我在集上打听了一下，没听说附近有江湖人来的消息。我们这青山集平日里外人不多，要是有江湖人来，肯定有人知道。穆姑娘，你家里人应该不知道你在这里。你们大可放心，不必着急赶路，多待几日也无妨的。我相公说要走，我自然是夫唱妇随。侯大哥，我们身上没有金银，这簪子就聊表谢意，麻烦你们了。这怎么是的呢？就当替大娘收下，代我谢谢她。穆姑娘，找到你了，玉影。你们设了心魔大阵，
你这位侯大哥啊，对你生出了贪恋，明知不可得，却又不甘心放下，如此便产生了心魔。既然有了心魔，便可操控。这么说，是怪我太迷人了？不过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是华影丹，这不是他的本体，而是投影。当日万仙阵一战，光顾着打架，都没有仔细瞧瞧谢少宗主的模样。今日一看，战影说对了，是有几分姿色。打架挺累的，乖乖跟我回暗域吧。他是我的，哼，是吗？糟了，这是玉隐的贪欲牢笼。玉隐虽没有战影善战，但却极其难缠。这贪欲牢笼可以让人沉溺于自己的欲望，在极乐中死亡。谢雪晨，你小心！谢雪晨，我心口好疼，你帮我看看。这天下第一剑修果然是名不虚传呀！怎么，我模仿圣女模仿的不像吗？难道是不喜欢？暗族没有心跳，方才中箭的的确是穆玄灵，但倒下那一刻，便已换作了你。哎呀，是我大意了，忘了谢少宗主感知力过人，光靠着移形换影还是骗不了你。早知道，便该挖颗人心来用用的，真是失策呀！人最难战胜的，就是自己的欲望。你就算再强，也逃不出去。谢少宗主，你就在死前好好享受这世间极乐吧。妹妹，你在哪儿？喵喵。谢雪晨呢？堂堂暗域圣女，竟然为了一个男人挡箭，你如此护着她，难不成被战影猜对了？你当真看上谢雪晨，打算叛离暗域？你觉得呢？我便是觉得这不像你，所以才站在这儿与你说话。否则，我早将你二人的头颅收割，拿去向尊上复命。向师傅复命？你不妨用你那没怎么用过的脑子想想，若不是师傅放水，我怎么能轻易的带谢雪晨离开暗域？什么意思？你以为谢雪晨是怎么离开荣渊的？自然是有人相助啊。荣渊设有18重禁制，你哪有这个本事能够解开呀？我自是没有，是谢雪晨自己解开的。我呢，只是给了他一颗可以恢复功力的丹药。你再想想，如此珍贵的丹药，我是如何能有？是尊上给你的？是师父授意我放走他的。这样一来，我便对他有了救命之恩，便可借此跟在他身边，伺机夺取仙盟玉令。不对，若真是尊上有令，
又为何灭我们追杀？做戏做全套嘛，否则怎么取信谢雪晨？他可不是什么无脑的低等暗族。不过既然你来都来了，便先困住谢雪晨吧。危急关头，我自会出手救他。这样一来，他又欠我一命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世人的贪欲，往往逃不过财色名利。我倒是有些好奇，这天下第一剑修的贪欲，会是什么？我今儿给你带了小鱼干，你把剑捡起来。父亲，剑修，无论何时，都不能扔下自己的剑。孩儿知错。你是在找那只小雪猫吗？嗯。它不会再来问雪芽了。我将它杀了。为什么？你这是什么表情？父亲，雪猫虽为妖兽，但并不害人。你为什么要杀它？它是我的新朋友。修道者不能有情当以身奉道，难道你忘记了？不，我不懂。母亲说过，修道者当以苍生为己念，以济世为己任。为何不能有情？济世救人，以苍生为念，这是你的道心吗？回答我。是。好。若是如此，那更要断情绝爱。你若有了偏爱，那如何以大爱去包容众生？若有一日遇到了抉择，一边是挚爱，另一边是天下苍生，你能舍弃挚爱来救苍生吗？为什么只能选其一呢？天生石窍，亘古罕见。雪晨，你生而不凡，终将立于人界之巅乃至三界之巅。到那一日，天下苍生的命运皆系于你一念之间，情爱只会成为你的软肋，也会陷天下苍生于危难之中。既然你立的道心是以苍生为念，那么你的剑心便是一往无前，舍生忘死。你不该偏爱世间一人一物，包括你自己。这谢雪晨的贪欲牢笼，怎么和旁人不同？因为他早已无贪无欲。无贪无欲？怎么可能？修为，他已至巅峰；名利，他视为浮云。更是从小就被逼着修无情之道。这样一个连自己性命都不顾惜的人，还能有什么贪欲呢？玉影，你的贪欲牢笼，还能看到更多回忆吗？比如说10年前，他都经历了什么？圣女啊，我这是贪欲牢笼，与贪欲无关的。回看不了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也没有什么用了。圣女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都这么明显了，还看不出来吗？你要杀我？我们一同给谢雪晨演一场戏就得了，你没必要杀我吧？你如果杀了我，我的本体会感知到的。看来你是不知道，华影丹有一缺陷。什么缺陷？等你死了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你果然背叛了暗域，穆宣令你。
想不到我们堂堂谢少宗主，法相境的高人，竟会抢我一个弱女子的战利品，这可不厚道。弱女子？你在威胁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想自己厚不厚道？好嘛，给你，以后只要是我的东西，你想要都可以留着。你死了！你才死！你怎么死的？我哪知道？你不知道？他为什么要知道啊？不是，他亲自死的，他不知道，那你知道啊？哼，显然是这化影丹出了问题。本体只能感知到投影的死亡，却不知道投影死前发生的事，也不知道投影是被谁杀的。要是被我知道是哪个半吊子修士炼的丹，我非活吞了他不可。行了，大话呀就别说了。方才你出去前，那少一个信誓旦旦、威风凛凛，说必将圣女跟谢雪辰抓回来。哼，结果呢？你厉害，那你去啊。等我修炼出投影，不用你插。虽然不知道玉影是被谢雪辰杀的，还是被圣女杀的，但能确定的是，他们之中有人下了死手。那么下次见面的时候，就不必留情面了。你就不怕他醒来以后还记得刚刚发生的事儿？一个普通的人族，万一吓疯了怎么办？不会，被暗族附身之后，前来时什么都不知道。就算有人告诉他，就算自己想万千遍，也想不起来。知道的这么清楚啊？难不成你被暗族附身过啊？谢少宗主，我刚才可是替你挡了一剑呢。就算是幻境里的剑，挨一下也是很疼的。你怎么也不关心关心我？不如你把玉影刚刚化成的那颗魔丹让我吃了，我也好增强功力啊。让你增强功力，与我有何好处？喂，你能不能讲讲道理啊？你要去哪儿？运秀山庄是吗？距离此地最近的只有2处，一是镜花宫，二是运秀山庄。镜花宫虽是仙盟5派之一，但如今你不确定内奸是谁，自然不会贸然前往。运秀山庄虽已不在仙盟之列，但却以奇巧阵法闻名于天下。听闻运秀山庄庄主研制出了传送阵，可以将人瞬息传送至万里之外。你是想用传送阵尽快回雍雪城，对不对？穆姑娘，我谢雪辰不是不知恩之人，你救了我，按理说我该谢你。但我们不是一路人，你这样跟着我，等我灵力恢复之后，你我终会兵戎相见。不如从此时此刻起，各走各路。你应该知道有一个词，叫殊途同归。有路阻我，我就将路全部铲平，不就好了？你为何非要缠着我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如果我说我想要弃暗投你呢？你以为跟着桑琪很愉快吗？灵族多数遭人族驱赶、奴役，我也只是被迫依附于他。其实我早就不想待在那个鬼地方了。跟着你，
倒也有趣。也许当个普通人也挺好。那你大可直接废掉魔功，做普通人。我灵窍破损，修不了灵力。魔功是我安身立命之道。但谢雪晨，如果我愿意为了你废了魔功，变成普通人，你会保护我吗？你以为说这些我会信？信不信都好，反正你现在也反抗不了。我也有我自己要找的答案，在我找到之前，请你好好待在我身边，谢少宗主。他们有幻影丹，咱们也有遮影簪啊。玉影已经修炼出了投影，想必吃影和战影也快了，之后的路只会更不好走。想要避开心魔大阵的搜寻，光靠隐匿气息还不够，遮影簪可以帮人掩饰容貌，旁人看到你的脸，只会当你的外貌平平无奇，过目即忘。我也有，是一对哦，你帮我簪上嘛。真难相处。